萧炎他们一行人在紫妍的带领下往山脉深处飞掠。没过多久，紫妍突然让大家安静，以后发出一道声波，周围立刻掉下来好多黑色小鸟，每只小鸟的喉咙上都趴着一只黑色蚂蚁。原来这些小鸟是魂殿的眼线，会用声波传讯，幸亏有以后帮忙清除，不然他们一靠近魂殿就得被发现了。紫妍告诉大家，附近的传讯鸟都清除了，魂殿也不远了，让大家小心些。萧炎他们立刻紧张起来，斗气运转，随时准备战斗。又过了10分钟左右，紫妍终于停下脚步，说道了。萧炎他们一看，这里的雾气变稀薄了，他们站在一个高陡的斜坡上，尽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巨谷，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巨殿，看起来阴森森的，透着股可怕气息。萧炎他们心里都是一紧。风尊者感应到大殿里有5位斗尊强者，还有不少斗宗和其他更弱小的气息。不过萧炎他们也不怕，他们有计划，先让噬石魔蚁进去搅局，他们4人加上天妖魁拖住魂殿的斗尊，萧炎趁机进去找药尘。紫妍划开空间屏障，以后发出声波，密密麻麻的黑色蚂蚁就像潮水一样涌进山谷，朝着黑色巨殿飞速而去。萧炎他们也跟着冲了进去，筹备多年的营救行动终于正式开始了。而在黑色巨殿深处，药老被锁链困在平台上，痛苦不堪。突然他感应到一丝熟悉的气息，那是萧炎的气息。药老眼睛一湿，当年他离开时，萧炎还只是个需要他保护的少年，如今却已经成长到能来救他的地步了，甚是欣慰。寂静的山谷里突然传来细微的声响，一大片黑色的蚁朝顺着山坡滑下来，速度贼快，一下子就接近了山谷里的巨殿。这巨殿周围有一些黑影坐在石柱上，他们被黑雾缭绕着，看起来阴森森的。突然一个黑影惊疑一声，露出苍白的脸，他看着那黑色蚁巢，先是一愣，接着震惊的不行，赶紧站起来大喊：小心，是石魔蚁，这些东西怎么进来了？这一喊，山谷的寂静被打破，其他黑影也都惊慌起来。其中一个黑影喊道：发警报！接着一道尖锐的声波传进巨殿，这警报声一响，不少黑影从巨殿里飞出来，看着那铺天盖地的蚁巢，脸色都变了。所有人一起出手，把这些蚂蚁清除了，别打扰到尊老休息。一个看起来地位挺高的黑衣人，名叫刘护法的，悬浮在天上，皱着眉头指挥道。下面的黑影们齐声答应，然后释放出黑雾，想挡住蚁巢。可是蚁巢数量太多了，黑雾根本挡不住。刘护法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片山谷有尊老布下的空间屏障，是石魔蚁怎么进来的呢？他正想着，又有几道黑影从巨殿里飞出来，看到是石魔蚁，脸色也都变了。一个面色阴沉的男子皱眉说：是石魔蚁怎么进来了？他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周身空间扭曲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捏成了肉酱。敌袭！敌袭！旁边的魂殿护法们反应过来，惊恐的大喊。紧接着凌厉的剑气从天而降，穿过了2个魂殿护法的身体，还劈裂了石柱。天空中几道身影浮现，强大的气息爆发出来，把山谷弄得飞沙走石。哈哈，魂殿的混账东西，今天该你们还账了！一道大笑声响起，几道身影冲下来，像虎入羊群一样，把魂殿的强者们打得溃不成军。魂殿的人没想到会有人赶来攻击他们，惊慌失措。山谷里的惨叫声引起了魂殿尊老的注意，他们愤怒地咆哮着。5道身影带着杀气冲出来，看到萧炎，木谷老人认出了他，说道：萧炎，你竟然还没死！萧炎冷笑说：木谷老怪，没想到你也在此处。风尊者和萧炎他们准备好了。风尊者说道：你进去找药尘，我们拖住他们。萧炎点头，正要冲进巨殿，却被5名魂殿尊者拦住。风尊者他们立刻迎战，和魂殿尊者们打了起来。萧炎趁机冲向巨殿，却被一个紫衣老者拦住。这老者说道：你便是萧炎，不知可还记得本尊？萧炎想起以前这老者毁过他的灵魂之力，笑着说道：你便是那毁我2次灵魂之力的老杂毛。紫衣老者阴沉着脸说：萧炎修炼的是很快，但今天他来抢人，肯定没好下场。旋即紫衣老者突然出手，萧炎也全力反击，2人硬碰硬，力量碰撞的周围都遭了殃。萧炎虽然退了几步，但没受伤，紫衣老者却有点震惊，没想到萧炎这么强。他愤怒地说要让萧炎葬身于此，可这10天妖鬼出现了，挡在萧炎面前，萧炎趁机冲进了巨殿。紫衣老者气得大喊，让魂殿护法们拦住萧炎，死活不论。萧炎身形一变，像道黑线一样嗖地冲进巨殿，几个闪身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紫衣尊者气得脸都抖了，可迎面而来的天妖魁拳风让他不得不先应战。面对这天妖魁，连紫衣尊者都感觉到了压力，他赶紧调动斗气，用漆黑铁链攻击天妖魁。外面打得热火朝天，萧炎在巨殿里也像旋风一样冲进去，沿途的魂殿护卫都被他震得吐血，没人敢拦他。不过很快4个6星或7星斗宗强者出现，拦在萧炎前面。他们汇聚黑雾，变成一条巨大黑蟒，想挡住萧炎。但萧炎冷笑一声，紫褐色火焰爆发，变成一头火龙，和黑蟒狠狠撞在一起，能量涟漪席卷而出，周围的石柱都爆裂了，
附近的魂殿护卫也被震成肉泥。那4个魂殿护法也被能量涟漪击中，倒飞出去，爬都爬不起来了。萧炎可没手软，又用紫褐色火焰攻击这4个重伤的护法，他们的灵魂体被火焰的高温烧得凄厉惨叫。最后3个被萧炎的灵魂力量震成虚无。最后一个魂殿护法被吓坏了，萧炎问他关押灵魂的地方，他赶紧说在锁魂大殿，还指了路。萧炎一路冲杀，遇到不少魂殿强者阻拦，但他实力太强，斗尊之下几乎无敌，3000连星火一出，魂殿的人根本不是对手。这一路下来，萧炎杀了不少魂殿护法，他就像一尊杀神，浑身杀伐之气，所过之处一片狼藉。最后萧炎来到锁魂大殿的走廊，一个魂殿护法还试图逃跑，但被萧炎的炽热劲风吞噬。萧炎心里对魂殿的人恨之入骨，想起他们抓的灵魂体，下手更狠了。他来到锁魂大殿的铁门前，紫褐色火焰一轰，铁门爆裂，里面是个辽阔的广场，石柱擎天，黑色锁链如蛛网，锁链尽头漂浮着无数光团，里面是灵魂肢体。萧炎看到这场景，心里一紧，他快速掠过广场，来到一个特别明亮的光团前，看到被锁链缠住4只盘膝而坐的虚弱药老，眼睛瞬间通红，跪在石台上，声音嘶哑地喊着：“老师，弟子来了。”药老白发苍苍，虚弱的厉害，已没有当年的风采。这些年他在魂殿受尽折磨，虽然没伤到性命，但也过得凄惨得很。萧炎看到药老这样子，心酸的不行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药老看到萧炎，也是眼睛一颤，缓缓睁开，看着萧炎那通红的眼睛，脸上露出虚弱又欣慰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小家伙，终于长大了呀！当年分别时，萧炎还是个冲劲十足的少年，如今却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了。”萧炎赶紧调整心态，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，得赶紧离开这危险的地方。他站起身，用灵魂力量破解光团，成功把药老救了出来。药老看到萧炎的灵魂力量，惊讶地发现有灵境的味道，心里更是欣慰。萧炎的成就超出他的预料。萧炎看到药老身上的锁魂链，愤怒至极。药老说这锁魂链专门克制灵魂，非常坚硬，不好摧毁。萧炎用3000连星火一烧，锁魂链上的符文都消散了，他轻松就把锁魂链弄断，药老身上的虚弱也减轻了一些。药老感慨万千，没想到自己还有脱困的一天。他提醒萧炎，这魂殿诡异，得赶紧离开。萧炎也想制造点混乱，想用紫褐色火焰烧断大殿里的锁链，放走那些灵魂。可突然空间凝固，火边被反弹回来。药老脸色一变，说还有魂殿强者，快走。萧炎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一个身着灰白衣衫的老者出现，这老者居然是摘星老鬼，又是一名尊者。药老也认得他，店主很重视他，才派摘星老鬼过来。摘星老鬼笑了笑，你才是大鱼，店主对你兴趣比对药尘还大。当然，我是指萧家的那块钥匙，那东西应该也是在你身上。虽然你父亲打死不松口，但如今的萧家最有出息的便是你，要是放在你身上，倒是最为安全的。萧炎听到父亲2字，心里一抖，杀意涌上心头。魂殿的人把他亲人害得太惨了。药老赶紧提醒萧炎，摘星老鬼太厉害，他不是对手，得先离开。萧炎也知道形势严峻，但他下定决心，不管怎样都要带着药老离开。摘星老鬼出手了，一掌拍向萧炎。萧炎急忙运转天火3玄变，用紫褐色火焰化成的火龙抵挡。两人力量一碰撞，大殿里炸声震天，锁链被震断，灵魂体被抛飞。萧炎被震退，气血翻涌，心里一沉，这摘星老鬼至少是5星斗尊巅峰的实力，恐怕就是魂殿的天尊了。药老让萧炎别硬碰硬。萧炎沉声道：“老师，禁戒指，其他的交给我来。今天谁挡他，他就杀谁，一定要带着药老离开这鬼地方。”药老一开始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明白了萧炎的打算。他身形一晃，化作一道光芒，迅速钻进了萧炎手指上的那枚乌黑戒指里。要是药老现在状态好，打败摘星老鬼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可他现在太虚弱了，不仅帮不上忙，还可能会拖萧炎后腿。萧炎看到药老进了戒指，眼神瞬间变得冷酷又凶狠。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今天不管是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一定要带着药老离开这儿。谁阻，那便杀谁。摘星老鬼要萧炎交出萧家钥匙，并承诺不伤其性命。萧炎冷眼相对，全神贯注寻找逃脱机会。摘星老鬼见萧炎不为所动，便发动攻击，5道黑色雾气凝聚成锁链，直奔萧炎而去。萧炎迅速后退，用玄重尺抵挡住锁链攻击，虽成功接下，却被震得脚步后移，手臂发麻。摘星老鬼对萧炎的实力稍感惊讶，但随即又发起更猛烈攻势，一只干枯手掌从虚无空间洞穿而出，直取萧炎喉咙。萧炎急退，用重尺抵挡，却被震得双脚陷入岩石，气血翻涌。他深知摘星老鬼实力恐怖，自己脱身不易。摘星老鬼不再拖延，全力攻击萧炎。萧炎在暴退中凝聚紫褐色火莲，甩向摘星老鬼，自己则加快速度向出口冲去。火莲爆炸，威力巨大，但未能击杀摘星老鬼，只是使其衣衫破损。
萧炎又释放火芒，劈断锁链，解救出被困灵魂，大殿内陷入混乱。摘星老鬼愤怒至极，萧炎则趁机用火雷子制造更大混乱，成功逃出大殿。摘星老鬼发现上当，愤怒咆哮，但萧炎已消失无踪。萧炎，老夫今日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！萧炎听到摘星老鬼的愤怒咆哮，没有停下脚步，身上紫褐色火焰让他像火兽一样冲向前。魂殿残余护卫见他又杀出来，都吓得躲开，不敢阻拦。萧炎速度达到顶峰，感应到摘星老鬼在迅速追来，知道对方被自己的3000雷幻身戏耍得真发怒了。萧炎心中暗骂摘星老鬼，如果没有他，此行会顺利很多。5星斗尊巅峰的实力足以让双方阵容出现逆转。他骂了几句，抬头望向出口，猛地一跺脚，化为紫褐色红芒冲了出去。冲出魂殿，萧炎看到天空上几道猛烈劲气砸下，吓得赶紧闪避，掠上半空，这才查看魂殿外的局面。山谷一片狼藉，巨大裂缝遍布，周围悬崖不断滚落巨石，像地震般颤抖。山谷半空中人影交错，浩瀚斗气弥漫，将近10股强悍气息荡漾，空间变得不稳定，裂缝如巨蟒浮现，魂殿护法们心惊胆战。除了天空5处激烈战圈，紫炎所在地面也吸引了萧炎注意。紫炎实力暴涨，但萧炎感知不到他确切实力，好像有什么遮盖。不过看他一掌震飞6星斗宗护法的情况，实力应该很强。萧炎扫视全场，略微松口气，己方没落入下风。魂殿5名斗尊实力在3星左右，除了铁剑尊者那略显勉强，其余4处都占上风。他大喝一声，人已救出，撤！但风尊者等人被对手死死纠缠，脱不了身。萧炎一现身，引起周围魂殿强者注意，3人闪掠而来，手中锁链刺向萧炎。萧炎面色一寒，抓住锁链，紫褐色火龙从袖中咆哮而出，轰击3名护法，他们倒飞出去，黑雾变稀薄。其他魂殿强者见状，一脸惊骇，不敢上前。摘星老鬼突然出现，森然冷笑响起。萧炎脸色一变，摘星老鬼施展空间屏障，山谷空间剧烈波动。风尊者发现摘星老鬼，脸色巨变。摘星老鬼目光阴森地瞥了风尊者一眼，道：“风贤，你还真是不死心，居然此次还敢闯我魂殿，待得老夫将这小子收拾了，再来让得你们知道，我魂殿可不是你们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的地方。”摘星老鬼冷笑一声，旋即阴森目光瞬间转向下方的萧炎，语气森森的道：“凭借斗宗实力便敢戏耍老夫，这可是老夫遇见的头一次。”他脚轻踏虚空，一步步地对着萧炎而去，铺天盖地的黑雾自其体内暴涌而出，那等声势令人感到惊骇。萧炎面色微变，知道自己不是摘星老鬼对手，但他并非毫无办法，已收复3000焰炎火，身怀4种异火。若使用4种异火融合佛怒火莲，威力巨大，但施展需要时间，摘星老鬼不会给他时间施展。自己这边斗尊强者被牵制，只有紫炎能出手。紫炎实力大涨，本体是太古虚荣，但年纪小，也非摘星老鬼对手。不过紫炎主动提出帮忙拦住摘星老鬼，萧炎迟疑后同意，让他小心。紫炎变成性感紫发大美女，让萧炎愕然。紫炎恶狠狠瞪他一眼，开始准备迎战摘星老鬼。紫炎知道摘星老鬼是最大变数，必须拖住他，让萧炎有时间施展大杀招，否则他们这群人会死伤惨重。一切希望都在于他能否为萧炎争取到足够时间。摘星老鬼看着拦在前面的紫炎，眉头微皱，看不清紫炎确切实力，但感应到他威胁不大，猜测可能是屏蔽气息的奇异之物。他注意到萧炎召唤出3种异火后，又出现一缕森白色火焰，4种异火让摘星老鬼眼瞳微缩，心头震动。摘星老鬼猜测萧炎要发动大威力攻击，决定不能让他成功。他缓缓走向紫炎，黑雾弥漫，威压让魂殿强者都气息不畅。紫炎面对摘星老鬼压力，俏脸凝重，紫光涌出。摘星老鬼道：“你是自己闪开，还是让老夫动手？老夫可没有年轻人的那些怜香惜玉。”紫炎却嗤笑道：“要动手便动手，怎地废话这么多？”摘星老鬼一握掌，空间挤压紫炎，却被紫炎轻易化解。摘星老鬼一拳轰出，黑雾化为黑色巨蟒攻击紫炎。紫炎紫光暴涌，拳头上出现龙头模样，一拳打出紫光巨龙与黑蟒相撞，气浪席卷山谷。摘星老鬼对紫炎的古怪拳法感到诧异。萧炎已将4种异火融合，形成暴躁火球，恐怖温度让天地湿气迅速蒸发，山谷草皮枯萎。摘星老鬼不安，决定不能再拖。他突然下杀手，紫炎勉强抵挡，但最终受伤后退，俏脸苍白。摘星老鬼感到惊涛骇浪，紫炎虽实力斗宗，却能接他10几拳，还让他手掌发麻。摘星老鬼杀意涌动，施展摘星手抓住紫炎玉颈，手掌抓住紫炎玉颈，摘星老鬼眼中泛起一抹杀意，刚欲一掌将之击杀，突然空间裂缝出现，熊战从中冲出，一拳轰向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松开紫炎，与熊战对掌。紫炎惊讶道：“大块头，
你不是出去游历大陆了吗？熊战嘀咕道：“不是老子想来啊，是被丢过来的。”远处，摘星老鬼面色阴沉，察觉熊战也是斗尊，眼皮直跳。他急忙看向萧炎，见一朵由4种颜色组成的精美火莲悬浮在萧炎掌心，毁灭般力量弥漫。经过紫炎拖延，萧炎终于融合出真正由4种异火组成的毁灭火莲。萧炎脸色苍白，融合4种异火艰难，若非实力暴涨和灵魂入灵境，难以成功。此刻火莲未完全成功，毁灭能量恐怖，需小心调和。摘星老鬼见状，脸色巨变，感到不安，杀意暴涌，决定不能留萧炎。他化为残影冲向萧炎，想打断其攻击，让萧炎反噬。紫炎察觉，让熊战拦住摘星老鬼。熊战追上，一拳砸向摘星老鬼背心。摘星老鬼未转身，硬挨一拳，肩膀受伤，却借助推力速度暴涨，出现在萧炎头顶。紫炎气急，熊战无奈再冲。摘星老鬼手印一变，黑气凝聚成漆黑鬼爪，施展9幽魂手拍向萧炎。鬼爪阴森可怖，空间崩塌。萧炎感受到危险，疯狂之色涌上眼眸，将未稳定的毁灭火莲脱手而出，对着摘星老鬼暴掠而去。惊天巨响中，毁灭力量席卷而出，山脉抖动，裂缝蔓延，魂殿摇摇欲坠，魂殿强者惊骇逃窜。双方斗尊注意到，急忙暴退。摘星老鬼的鬼爪印在萧炎胸膛，萧炎喷血倒飞，身体被震飞时却露出森然弧度，因为摘星老鬼脸上满是恐惧。毁灭火莲爆炸，100丈火焰风暴爆发，山谷内黑殿崩塌，魂殿强者被波及化为灰烬，毁灭波动蔓延千米，千米内竟成赤地。双方斗尊强者骇然，这破坏力连魂殿天尊都难以办到。萧炎被震进山壁，紫炎救出后升空而起。熊战询问萧炎伤势，紫炎阴沉着脸，这是萧炎受的最重的伤。风尊者、小医仙等人赶来，脸色巨变。此时，火焰风暴中传出空间波动，2道比摘星老鬼更强的气息出现。风尊者等人一惊，这气息是魂殿的人。火焰风暴被浩瀚之力逆转消散，2道苍老身影出现，气息飙升至顶峰，压力降临。陌生的苍老冰冷声音响起：“这么多年了，敢回我魂殿的人，萧炎，你是第一个。”